仙剑世界奇侠争雄，在这个充满玄幻色彩的世界，曾出现了无数武术高强的高手修士，他们御剑破空，潇洒前行，给无数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下《仙剑奇侠传》中的10大高手。第10名，唐钰小宝。在《仙剑奇侠传1》中，除了帅气的胡歌，男2号唐钰小宝也可谓真正的帅哥型男。毕竟他的扮演者是让无数女粉心动的彭于晏。据说当时剧组本来是找彭于晏来演李逍遥的，后来因为他档期不够，就让他客串出演唐钰。没想到因为在现场发挥的太好，制作方不断给他加戏，唐钰小宝这个角色就成为了剧中的2号男主角了。而在剧中，他扮演的唐钰小宝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痴心侠客，面对敌人，他冷面相向，挥剑搏杀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；面对爱人阿奴，他则会温柔地充当一名护花使者，甘愿倾尽所有为其遮风挡雨。当他们被无数血鸦围攻时，正是用自己滚烫的鲜血和宝贵的生命引开了血鸦。而在剧作的最后，他与阿奴双双化作比翼鸟，用爱和和平召唤出了大地之力，杀死了拜月，牺牲了自己，却拯救了苍生。前辈，离蜀山还有一大段距离，我是知道的。我不许你牺牲自己！大家要保重。当你看到逍遥的时候，就跟他表白。不要！做什么？不要冲动！第9名，林青儿。她是大地之母，女娲后人，更是南诏国的巫后，是紫萱和林叶萍之女，赵灵儿之母。容貌清丽，端庄大气，性情仁爱而刚毅，心怀苍生，拥有母仪天下的胸怀，一生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死。在《仙剑奇侠传》剧中，妻儿长大后与伊若卓相恋，却在成亲之夜被抛弃。她成为了南诏国皇后，诞下公主赵灵儿。没过多久，又被拜月教主陷害为巫后，遭受一切委屈之后，危急关头，她化身女娲，手持天蛇杖，把水魔兽封锁在圣湖上，拯救了天下苍生。第8名，九剑仙。他早年为蜀山仙剑派弟子，后被驱逐下山，从此浪迹江湖，身怀蜀山派高强剑法，收徒李逍遥，是李逍遥的授业恩师。虽然其嗜酒如命，但饮酒越多，武力反而越强，真正一位酒中之剑仙。在剧中，他潇洒自在，看似一名乐天无忧的高阶散修，但其实对很多事情都十分上心。天下太平之类太大的暂且不论，但是对李逍遥的上心程度绝对是值得肯定的。第7名，李逍遥。其实把徒弟排在师傅前面还是稍微不太礼貌，但谁让我们逍遥同学有双重 buff 在身呢？一是他作为该剧的主角，最后的关键关头还是由他来拯救天下苍生，主角光环好不闪耀；二就是作为仙剑系列重要的人物，他与仙剑3中的景天有着神奇关联。李逍遥的爹是李三思，而李三思的师傅就是景天。还有人说，在李逍遥身上有着景天灵魂。总而言之，李逍遥能排在这个位置，还是有其一定的道理。让我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爱？爱无限。第6名，石长老。
石长老全名石公虎，由邓丽民饰演。他已经是108岁的3朝元老，心忧国家的安危，重出山林，踏上找寻公主的长路。其性格严厉又为人正直。他书有2个义子，一个是唐玉小宝，一个是石人杰，也就是拜月教主。后来他受巫王之命前往中原，迎回遗落民间已久的公主赵灵儿，曾在鬼阴山打败李逍遥、林月如而带走了赵灵儿。其后又与李逍遥等人重逢，期间亦多有纷争，但都一一化解。最后与拜月教众人一战中，被拜月教主施法所杀。你还感觉你没有做错吗？事实证明你是留不得的。上次一样，把我留下，你痛苦，我也痛苦。我根本不能去面对一个我至亲至爱的人。把我打成一个魔头，那我能怎么样？这件事早就应该解决了。好吧。第5名，女怨。女怨是魔尊之女，这里的魔尊并不是魔尊重楼。在蜀山派里有一锁妖塔，女怨本来是妖。为了救出锁妖塔中的同伴，女怨接近蜀山第一弟子江明，最后爱上了江明。蜀山掌门知道这件事后要杀女怨，江明为了保女怨，与同门师兄弟反目成仇。看完这里，不得感叹又是人妖相恋的悲情结局。第4名，江明。他曾是蜀山派最为出色的弟子，被称为头号剑客。九剑仙回忆时说过，江明是人中之龙，师傅养大他，教他武功，仿若是其师毕生最满意的杰作。小师弟也崇拜他，一直视他为目标，希望有一天能和他较量一番。骨子里的桀骜，师傅却自信能教化他，把他看作下任掌门的不二人选。直到下山解救村民，遇到女怨，一见钟情，破了色戒。东窗事发后，掌门江觉之大发雷霆，江明也发现女怨是狐妖，江明成为魔，在锁妖塔里杀死了多位精英弟子，灵魂留在塔内100年，最终与李逍遥最终得到超度。这把剑已经没用了，一切都可以抛开，毕竟已经100年了，或许我就是那个可以给你解开100年心结的有缘人。是你，师兄，师弟不能私自进入锁妖塔，未能向你请安，请多多包涵。你还尊我为师兄？当然。你还想？你不明白。第3名，赵灵儿。赵灵儿身上流着女娲后人之血，她将女娲后人的实力发挥到了极致，最后与拜月教主同归于尽。赵灵儿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她从小就跟姥姥住在桃花岛上，本可以步履凡尘的，可惜被一小子李逍遥误打误撞闯进了桃花岛，并夺得了赵灵儿的芳心，于是一切的平静都被打破。逍遥哥哥，逍遥哥哥。是土灵珠啊！不行啊，灵儿姐姐，你本来就气虚，刚才还花了那么大的劲，不能再运功救人了，我怕你也会有危险的。没有了他，我根本活不下去。第2名，拜月教主。他本是石长老的儿子，原为南诏国的国师，法力通神，是除了蜀山剑圣之外谁也无法匹敌的存在。因感受不到人间的爱，妄图重塑人间，不惜驯养凶猛的水魔兽，导致天气巨变，南诏国成了汪洋大海，并且以此陷害他的头号敌人巫后，并怂恿巫王处死巫后。巫后将女儿赵灵儿送出，自己被李逍遥救下，后来在王宫的地下水迷宫与水魔兽同归于尽。爱情的力量真的这么大？我想借你女儿的力量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国度，可是没有人能明白。女娲的后人，看到我这伟大的杰作，你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吗？克灵珠代表天空上那几颗星星，这些星星已在我的控制之下，趁我去改变大地之力，大地很快就会消灭殆尽，所有愚蠢的人都将会死去，然后再重生。为什么你们的眼光如此短浅？就连女娲后人也是一样，到了这一刻，还是没有人明白。第1名，剑圣。
作为蜀山剑派的掌门人，剑圣的功夫实力自不用多说。此人意志坚定，一心得道，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能有更高的功夫实力。他下山锻炼，偶遇并爱上青儿，但是为了道，他更是斩断情缘来证明他的道心之重。剑圣的得道是他做到了放下，并且明白了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所以他也帮助青儿找到了自己的路。道就是路，得道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好了，以上即是小编整理资料得出的仙剑高手10大排名，不知道看完的你有何意见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建议，我们一定会吸纳您的建议，创作出更多优质有趣的作品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不见不散哦。